龙茶冷泡好吗？有毒，谣传钾离子，肾脏全毁，吓坏宝宝了啦！一次讲清楚，让你冷泡不心慌慌。看看你的 LINE 上面是不是有收到这么一则讯息？冷泡茶不要喝，是有毒的。有空看一下，茶要这么喝，癌症不找茬。有吗？曾经有收到过，对吧？啊，你没收到过？不会吧，你没朋友吗？呵呵，开玩笑的啦。如果没有收到，代表你生活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不会有人随意转发这种引人恐慌的讯息。我们团队是做茶的，卖茶的，隔三差五就会收到这则消息。即使我们的伙伴们随时准备好澄清的讯息，说明那则讯息就是标题吓人。点进去影片里面，先是说着喝茶很好，还说喝乌龙茶比喝红茶和绿茶好。然而接到古人云，喝隔夜茶不好，又说到茶叶在常温下会有氨基酸，会让里头的物质损坏，并说超过12小时以上，儿茶素和氨基酸等释放量已完成，它到达一个顶点，再泡下去没意义，只是溶出有毒物质。后面就没有解释是怎样的有毒物质。一接触茶汤啊，大概超过8个小时之后哦，我们就可以测到那个它的含氟量，逐渐高到其实会伤害骨头和牙齿。氟是一个毒物啦，可是恰恰好的浓度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来防止蛀牙、杀菌。所以很多国家饮水不像我们加氯，人家加氟。茶叶是高氟的一个产品，那你如果泡太久，氟释放到水中太多，如果这种泡法的话，很容易把牙齿泡到坏掉。更不要讲，其实骨头也会伤害到。第二个问题是，泡超过10个钟头之后，连铅的释放量都高起来。古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能喝隔夜茶。其实重点不是隔夜不隔夜啦，它隔夜描写的是8个小时这个时间。如果真的要冷泡茶，有2个要点，冷泡茶不能在常温下冷泡，因为茶里面有氨基酸这些东西它会腐败。那同时呢，也真的不要超过8个小时太远，最好绝对不要超过12个钟头。根据台湾做过的研究哦，你泡到12个钟头之后，它所有的儿茶素、茶氨酸这个释放量已经不可能再高了，它达到一个顶点，再泡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泡出有毒物质而已。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孕妇不太适合，然后呢，行经期就是有月经的女生，在饭后2个钟头之内不适合，因为它会结合到铁，造成你的缺铁性的贫血。那至于空腹喝茶，胃弱的人比较不适合，因为茶的茶碱会伤害我们的黏膜，包括胃黏膜。因此赖讯息直接给出结论，冷泡茶有毒。那可是把我们这些卖茶叶的建议客人买茶叶回去可以做冷泡茶的商家打了一记闷棍啊！以我们捷星的冷泡茶为例，有送全国公证检验，无含重金属成分。在其他的专家研究数据来说，农委会茶叶改良场的推广中心人员表示，想保留茶叶里的儿茶素，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冷水泡茶，就是把茶叶放进常温的冷水里浸泡，而不是先用热水泡好再放凉，这就是所谓的冷泡茶。亚东医院肾脏内科主任表示，虽然茶叶泡太久可能有钾离子产生，会有危害肾脏的风险，然而钾离子普遍存在于水果与绿色蔬菜中，茶叶浓度不算高，因此一般正常摄取并无大碍。像是生机饮食者经常性摄取蔬果，钾离子也不会影响健康。农委会茶改厂厂长林木莲强调，钾离子很容易溶出。该厂研究人员曾做过实验，
第一泡时有1半以上的钾离子溶出，第二泡则是30%，但茶叶钾离子浓度仅 1.12% 至 1.75%， 就算有半数溶出，其实并不高。而且泡茶时，茶与水的比例约在1:40至1:50之间，钾离子都被稀释了。还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你的肾脏功能正常，其实泡茶泡太久也没啥大碍。茶叶里的钾离子虽然一堆，但对身体来说量还不够造成灾难。不过如果你是个肾脏功能不佳的人，那就要小心了。钾离子在血液中一超标，你可能会变成一个跳舞的雷神，心律不整，肌肉乏力，严重的话甚至会心跳停止，是谁都不想成为自己变成泡沫浴的对象吧。有趣的是，茶叶浸泡的时间长短也有学问。按照茶叶比赛标准，要泡5分钟才够味，这样才能测出茶的好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不用泡这么久，不然茶喝起来可能比猫舌头还刺激。所以如果你想要享受美味的茶，浸泡40秒到1分钟应该就可以了。别让自己成为咖啡因的奴隶，茶也不会因此变成危害身体的产品，无论是热泡或冷泡。想要自己亲身泡上一瓶健康又美味的冷泡茶，那就锁定5月23号下午3点半，虾皮官方邀请捷星茶行合作，直播主会大力推荐我们的产品哦。想要在虾皮捡便宜的朋友，记下这个时间来买便宜的茶叶，自己回家做冷泡茶哦。冷泡乌龙茶的要点只有2个：一，用煮开的开水放冷；二，用放冷的水注入乌龙茶叶，常温泡6小时。就是这么简单，这样就能让茶叶中的天然风味更完整的释放出来，就像是茶叶和水在恋爱一样，慢慢的来，享受每一刻。如果你没打算去直播间听介绍，那么浅聊一下冷泡茶叶的选择，比如清新的台湾高山茶，香气浓郁的乌龙红茶，或是花香四溢的乌龙绿茶，随心所欲的挑选你的茶叶，来一场冷泡茶的冒险。而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就是品尝冷泡茶的时刻。当你捧起一杯冷泡茶，感受那清凉的口感，悠闲的品味茶叶中的风味，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茶饮体验。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感受冷泡乌龙茶带来的魅力吧！